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、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X 前身为 Twitter， 在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于3月收购后，更改了开发者协议，禁止第三方在未经协议的情况下使用其内容训练 AI 模型。新政策禁止竞争对手随意使用 X 的数据。X 现在可能会与其他公司达成协议，像 Reddit 与谷歌的协议那样，或许会向其他公司收取访问其数据的费用，来使用其数据训练 AI。用户可以在设置中选择不让 X 使用他们的数据进行 AI 训练，这与之前允许 X 与合作伙伴共享用户数据进行 AI 训练的政策有所不同。老马家的 X 这次操作表面看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实则埋了3颗雷。首先，用户默认被投喂数据，虽然给了退出按钮，但藏在3层菜单里。你猜有多少人会翻到隐私、安全、数据共享里找？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吐槽正在变成 Grok 的学习素材。其次，欧洲那边已经炸锅了， GDPR 可不是吃素的。之前 Meta 被勒令停讯， X 现在搞数据垄断，很可能触发更严监管，搞不好得赔个底朝天。最后，付费授权这事儿 Reddit 收了 Google 6000万，但 X 的内容质量真的值这个价吗？用户天天骂马斯克，这些负面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会不会自带杠精属性？最搞笑的是 X 一边防着别人爬数据，一边自己疯狂抓用户对话，这波双标老用户早就习惯了。但新的 AI 时代，数据信任比流量更值钱。老马这次赌的可能是 X 的未来口碑，建议赶紧去设置里关了允许训练，否则你的每条评论都在给 Grok 交学费。Microsoft Photos 应用已更新，为 Windows 11 Insiders 带来了全新的 AI 功能。Relight 功能允许用户使用多种光源和预设来调整照片的光线。改进的照片搜索功能使用自然语言，允许用户通过描述来查找照片。拥有 Microsoft Entra ID 的商业用户现在可以访问 Restyle Image 和 Image Creator。这次更新像给 Windows 相册塞了个 AI 管家。Relight 最惊艳的不是参数调节，而是所见即所得的直觉交互。拖光源球就能模拟打光，比 PS 的曲线工具友好100倍，简直是朋友圈晒图党的福音。但硬件限制太扎心，骁龙用户先爽 AMD 和 Intel 得等。这波芯片歧视可能引发吐槽，毕竟很多办公本用 Intel。搜索功能看似常规，实则是 AI 落地 C 端的关键一步。想想看， 90% 用户根本不记得照片存哪，靠海边日落直接搜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用自然语言操控设备。不过要警惕隐私问题，本地图片的语义分析是否联网，官方没明说，后续需关注数据政策。最遗憾的是，媒体移动端同步，比如手机拍的照片自动 Relight， 毕竟现在 90% 照片来自手机，微软可能在等 Win11 手机版生态成熟，或者想倒逼用户换 Copilot 加新电脑。RAM 的 Arcana 文本转语音 TTS 模型能够创建多样化的声音，并已帮助 Domino's 和 Wingstop 等品牌提升了 15% 的销量。该模型能够根据文本描述生成不同性别、年龄和语言的声音。Rime 的 Mist V2 TTS 模型适用于商业用途，能够创建独特的声音。该模型可以切换语言，并展现讽刺和笑声等情绪。Rime 录制了与真人的自然对话来训练该模型。作为接过无数机器人电话的打工人， Rime 的素人音确实戳中痛点。接到 Domino's 电话时，那个带点台湾腔的阿姨说：
要不要加份起司？我儿子超爱。瞬间破防下单，但要警惕过度人设风险，比如方言太浓，可能让外地用户出戏；情绪太满，反而像演过头。另外，每个月100万通电话的规模背后，数据隐私和本地化部署是双刃剑，既要千人千面，又要合规可控。这波 RAM 赌对了线下场景的即时信任刚需。在亚马逊和谷歌的支持下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推出了 CloudGov， 这是专门用于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。该模型基于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的直接需求开发，设计过程参考了政府意见，并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。目前，已有安全级别最高的政府机构在使用 CloudGov。CloudGov 能更好地处理机密数据，在处理机密信息时拒绝率更低，还具备理解国防和情报文件、关键语言及方言的能力，能更高效地分析复杂网络安全数据，专为威胁评估等政府需求而设计。与消费者版 Claude 模型不同，它只在处理机密信息。分析师预测，受此等利好消息影响，亚马逊股价可能会上涨，目标价为每股241.64美元。说实话， Anthropic 这步棋挺聪明，政府客户给钱稳，周期长，还能借涉密场景打磨技术壁垒，但风险也很现实，数据合规是生死线。Reddit 的诉讼就像颗地雷，万一查实用民用数据训军用模型，别说国防订单，现有商业客户都会跑。另外，美国政府 AI 的前科太多， CloudGov 嘴上说拒绝武器，但情报分析和军事行动的边界太模糊，比如分析对手军事动向，算不算间接支持打击？说白了， Anthropic 现在是在钢丝上跳舞，既要讨好金主，又得保住安全 AI 公司的招牌。最该警惕的是，别让政府特供版变成伦理特区，毕竟历史上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的技术滥用，坑过太多人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